你知道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是谁吗？你见过体长超过10米的大蟒蛇吗？在我们的印象里，爬行类动物貌似都是一种但是听起来就觉得非常可怕的生物。的确，因为在很久之前，曾经统治地球长达1亿多年的恐龙就是一种爬行动物。现如今恐龙灭绝后，地球上现存的爬行动物其实依旧非常可怕。由于体型较大的多数都是鳄鱼，所以本期视频黑土找出了多种不同种类爬行动物中的最佳者，也就是包含蛇类、蜥蜴类以及龟类等等不同种类的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科莫多巨蜥，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这种蜥蜴的平均体长都在2到3米，最长可达3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300斤以上。它们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炎热干燥的地方。在它们的活动区域内，科莫多巨蜥是顶级掠食者。这个大家伙几乎可以捕食它所在栖息地内的任何动物，像些野猪、猴子、蛇，甚至是自己的同类，它们都会捕杀，当然也包括人类。它是一种不挑食的食肉蜥蜴，无论是新鲜的猎物还是腐烂的动物尸体，对于科莫多巨蜥来说都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嗜好，就是喜欢挖掘人类的坟墓，目的就是为了吃到地下埋葬的尸体。科莫多巨蜥长有坚硬的爪子，它们具备挖开泥土的能力。当食物匮乏的时候，它们就会到处寻找动物尸体吃。在这期间，如果一些人类的坟墓被它发现，它们有时候也会挖开泥土将其吃掉，即便是腐烂的肉，它也可以接受，非常可怕。对了，再有就是这种巨型蜥蜴还是一种携带剧毒的物种，它们的口腔里布满了很多致命的细菌，在野外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它咬到，足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第9个网纹蟒，它是世界上现存体长最长的一种蟒蛇，也是世界上绞杀力最强的蛇。网纹蟒也叫霸王蟒，这种大蟒蛇多数都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各种环境下，比如热带雨林、草原，甚至一些河流湖泊里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这种大蟒蛇体型巨大，体长最长可达12米以上，体重可达300斤以上。之前一些老人经常说的会吃人的大蟒蛇，可能多数就是这种网纹蟒，因为这个大家伙完全具备将一个成年人类吃掉的能力。在印度尼西亚，大蟒蛇吃人的事件曾发生过很多起，其中这种网纹蟒就是为数不多的一种会吃人的蟒蛇。另外，网纹蟒虽然体型巨大，但并不携带毒素，它是一种无毒蟒蛇。在捕杀猎物时，它们会将猎物缠绕起来，通过收缩产生极大的压力，将猎物绞杀致死，然后再将其整个吞下，非常可怕。好，第8个绿水蟒。绿水蟒其实就是生活在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森蚺，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这种蛇的体长可达8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400斤以上。森蚺的长度虽然没有东南亚的网纹蟒长，但是体型要比网纹蟒粗得多。它与其他的蟒蛇一样，也是一种体型巨大的无毒蛇。它们主要都分布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在这里它是顶级掠食者。另外，森蚺是一种习水的蛇类，它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度过，在水里它几乎可以猎杀绝大多数的动物，包括与它一同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黑凯门鳄。不仅如此，即便是登上陆地进入森林，也没有几个动物是这种森蚺的对手。即便是咬合力最强的猫科动物美洲豹，有时候也会遭到大型森蚺的捕杀。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亚马逊河里还是亚马逊雨林里，这种森蚺都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除了人类，它们没有天敌。第7个康托尔巨鳖，它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淡水鳖。康托尔巨鳖在我们国家称之为鼋，鼋是鳖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体长最长接近2米，体重可达200斤以上。这种大老鳖主要都分布在亚洲，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的地区都有分布。它们主要都活动在内陆地区，通常都喜欢栖息在一些流动缓慢的淡水河以及一些湖泊中。这个物种是一种伏击捕食者，性情也异常凶猛。它与绝大多数的甲鱼一样，一旦咬住我们的手指，轻易不会松口，非常可怕。它是肉食性动物，在水中主要以一些软体动物和鱼类为食，它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潜伏在水下，很少会露面，因此想要亲眼见到它们的几率极小。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它们的数量。由于鳖这种动物在很久之前就一直被当作一种食材或者药材，所以长期以来它们遭到了人类大肆的捕杀。如今随着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外加上一些河流和湖泊遭到污染和破坏，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几乎濒临灭绝。在我们国家，这种大型老鳖属于1级保护动物，非常罕见。第6个北美鳄龟。北美鳄龟是鳄龟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淡水龟，同样它也是北美地区体型最大的淡水龟。
成年的北美鳄龟的龟壳长度可达80厘米，体重最重可达400斤。这种龟主要都分布在美国东南部的淡水中，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龟类。之所以被称为鳄龟，是因为它的下颚力量极大，并且龟壳表面看上去与鳄鱼的皮肤比较接近，而且这个家伙几乎是一种完全肉食性的龟类。在野外，它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它可以抓到的猎物。你知道吗？这个家伙的咬合力甚至比狮子和老虎这种大型野兽还要高。鳄龟的攻击速度极快，它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800斤以上，这种力量一口下去足以咬断我们的手指。在野外，像一些水禽、蛇类和其他的一些小型动物，有时候甚至是小型鳄鱼，北美鳄龟都有能力将其捕杀。在捕杀猎物时，它们往往会利用自己的舌头去吸引鱼类和其他动物。由于北美鳄龟的舌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粉红色的小虫子一样，并且它还可以让自己的舌头模仿蠕虫的动作去吸引其他的鱼类靠近，整个舌头就类似于一个鱼饵一样。等猎物一靠近，它们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对猎物发起攻击，通常一口下去就足以切断一些小型鱼类的身体，非常凶猛。第5个，加拉帕戈斯陆龟。它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龟，这种巨型龟原产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它的龟壳长度最长可达 1.87 米，体重最大可达800斤以上，寿命估计可达200年。这种陆龟仅分布于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它们共有14种不同的亚种，分别都分布在14个岛屿上。由于不同岛屿上的生态环境都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不同亚种的加拉帕戈斯陆龟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大型陆龟是草食性动物，在野外它们的主要食物都是以仙人掌、苔藓、树叶和一些浆果为食。由于这些植物中富含大量的水分，因此加拉帕戈斯陆龟即便长时间不喝水仍能够存活。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它们仍能坚持存活长达18个月的时间，抗饥饿能力很强。在人类没有踏上这片岛屿时，这里曾生活着超过约25万只巨型陆龟。后来由于一些海盗和捕鲸者经常来这里捕捉这种陆龟，目的是为了当作食物食用。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海盗甚至直接将加拉帕戈斯群岛当作补给基地，对岛上的陆龟进行大批量的捕杀。到了1995年，这里只剩下大约15000只。由于人类的侵入，至少3个岛屿上的陆龟已经逐渐的灭绝。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巨型龟数量在急剧减少后，反过来又对它们进行圈养繁殖以及各种保护。如今它们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约19000只。第4个，蜥龟。蜥龟也叫红海龟，这是一种生活在世界各地海洋中的一种海龟。红海龟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900斤以上。不过一般情况下，成年的红海龟的体重也就在300多斤左右，超过900斤的比较少见。这种海龟的外壳通常都为红棕色，它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在水中主要以一些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在世界上所有的硬壳龟中，这种红海龟的体型是最大的。另外，这种红海龟的头部较大，它的下颚力量很强，一口下去就可以轻易的将海螺这种硬壳动物的外壳咬碎。这个家伙的寿命也很长，它们需要30多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性成熟。在野生环境下，它们寿命可达70岁以上，甚至更久。不仅如此，你知道吗？在它们的龟壳上还生活着多达100多种小型动植物群落。它的龟壳对于这些小型生物来说，就像是一块漂浮的陆地。第3个，棱皮龟。这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海龟棱皮龟。棱皮龟的体长可达2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以上。它们主要都分布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热带海域的中上层。它与其他海龟不同，棱皮龟的龟壳没有骨质甲壳，龟壳不够坚硬，它的龟壳就类似于一种厚实坚韧的皮革一样，比较柔软。但即便是这样，它仍能够下潜到深达1200多米的水下寻找食物。要知道，在这种深度下的水压是非常可怕的。在水中，棱皮龟主要靠捕食水母为食，并且它的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以水母为主。你知道吗？这个大家伙的外表看上去虽然并没有多恐怖，但是它的嘴巴内部却非常吓人。棱皮龟的嘴里没有牙齿，但是在食道内侧却长满了很多角质皮刺，密密麻麻的，看上去非常可怕。它就是依靠这些角质皮刺将食物磨碎，然后再送到自己的胃里消化掉。在寻找食物时，它们最怕遇到的就是人类丢在海洋里的塑料垃圾，特别是塑料袋，因为一些白色的透明塑料袋在水中看上去与水母很像，外加上棱皮龟的视力又不好，所以它们很容易就会将塑料袋当作水母食用。一旦误食这种塑料袋，就会给棱皮龟的肠道造成堵塞，从而无法继续进食，最终只能等死。这些塑料垃圾在为人类带来方便的时候，同时也在为其他生物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在野外，希望各位领导一定要爱护地区的生态环境，不要乱丢垃圾，可能我们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就会无意间杀死一个生命。好，第2个，尼罗鳄。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第2大爬行动物，也是非洲大陆最大的淡水捕食者。
你知道吗？尼罗鳄与我们国家的扬子鳄可大不相同。在非洲大陆，尼罗鳄是少数的一种将人类视为食物的动物。在他们的眼里，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都在自己的食谱之内。据统计，尼罗鳄每年的咬人次数高达700多次，其中高达60%都是致命的。相比之下，它几乎是非洲大陆袭击人类致死最多的一种野生动物。而与其一同生活在非洲大陆的草原之王狮子，每年对人类造成的致命袭击才占尼罗鳄的1/8。显而易见，尼罗鳄要比狮子可怕得多。要知道，一头成年的尼罗鳄的体长最长可达6米以上，体重更是高达1吨。它们的嘴里长满了坚硬锋利的牙齿，一口下去可以向外施加高达2吨的咬合力，这种力量足以切断大多数动物的身体，人类更是不在话下。仅需一口，它就可以将我们的身体截成2段，非常可怕。在非洲，它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顶级掠食者，它几乎可以捕杀范围内的大部分动物。对了，尼罗鳄还有一个比较奇葩的现象，就是虽然它的咬合力足够强悍，但是它这个大嘴巴的张力却略显不足。由于控制嘴巴张开的肌肉比较虚弱，所以只要捏住它的嘴巴，它就很难张开。即便是成年的尼罗鳄，只要用胶带将它们的嘴巴缠住，一般情况下它就很难再张开。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要想着去捏它的嘴巴，因为只要我们的手一滑，整条胳膊可能就没有了，非常危险。好，第一个，湾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品种，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湾鳄也叫咸水鳄，它是一种生活在咸水中的大型鳄鱼。所谓咸水，也就是海水。没错，大海里也是有鳄鱼的，并且还是相当凶猛的大型鳄鱼。一头成年雄性湾鳄的体长最长可达7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什么概念？体长7米，几乎相当于一辆小型集装箱货车的长度，非常巨大。它与其他鳄鱼一样，也归属于恐龙家族。从2亿多年前诞生至今，它们的外表几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湾鳄的性情非常凶猛，它们极具领地意识。如果一个不小心闯入到湾鳄的地盘，下场是非常惨的。在二战期间，就曾有约1000多名日本兵在撤退期间不小心闯入到了湾鳄的地盘。由于当时天色已晚，并且外围都被英国士兵所包围，所以迫使这1000多名日本兵不得不在沼泽地中过夜。而他们所身处的沼泽地，正是成千上万只湾鳄的栖息地。仅仅过了1个晚上的时间，这1000多名日本兵就被湾鳄吃得所剩无几。到了第二天早上，只有20几个日本兵活了下来，并且精神都已经失常，场面非常残忍。由此可见，湾鳄这种爬行动物绝对足够恐怖。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兔子急了真的会咬人吗？你知道被兔子咬上一口究竟有多可怕吗？兔子这种动物在我们的印象里大多数都是可爱的，很多人都会将它们当作宠物饲养。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兔子竟然有能力咬断人类的手指，听上去可能很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兔子的咬合力虽然不高，但是它们长有非常锋利的大门牙，锋利程度其实一点都不次于狮子与老虎这些大型猛兽。在吃草的时候，兔子的上下2排牙齿会来回切割摩擦，就犹如2把菜刀在切草一样，非常锋利。一旦它们受到惊吓或者患上疾病身体不适时，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咬人的行为。在世界各地，兔子咬伤儿童手指的事件发生过很多次，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兔子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当然，这也要取决于什么样的兔子。兔子的种类分为很多种，今天这期视频，黑兔给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奇特的8种兔子，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可爱的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兔。春节即将到来，黑兔在这里提前祝各位领导在新的一年里财源滚滚，万事大吉，身体健康，大吉大利。如果您喜欢这类视频，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好，第8个，世界上最大的兔子，巨型花米兔。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兔子品种，它原产于比利时的法兰德斯。这个家伙的体重最重可达20斤以上，体长最长可达 1.3 米。凭借着巨大的体型，为自身带来了极高的回头率。也正是因此，在当地很多商店的老板都会将这种巨型兔子当作招财猫饲养。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主要原因就是将这种巨型兔子饲养在自己的商店门口，很容易的就可以吸引到路人的目光，从而间接性的可以为自己的商店带来一定的客流量。不过想要饲养这样一只大兔子，花费开销会非常大。巨型花蜜兔体型大，吃的自然也就多。据说这个家伙一年就能吃掉4000多根胡萝卜，每天单是吃喝就需要花费约10英镑左右，折合成人民币约为80多块。一年下来，但是这个家伙的开销就高达2万多元，而且每次吃饱后他们就会睡觉，活动量并不大。可能也正是因此，才使得他们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体型。这种兔子性格温顺，在当地很多人都会将它们当作家庭宠物饲养。第7个，世界上最小的兔子，荷兰侏儒兔。它是世界上现存体积最小的一种宠物兔，即便是成年后，它们的体重也仅为1000克左右。
成年人一只手就可以将它握在手里。这种兔子的耳朵很短，没有耳垂，两只耳朵竖立在头顶上，非常可爱。但就是看上去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家伙，在早期培育的时候却是一个携带攻击性的物种。没错，它们会咬人。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前期荷兰猪肉兔的育种者在培育这种小型兔子的时候选用了野生的兔子，导致早期培育出来的兔子行为方式更接近于野兔，而不是家兔。后来经过几代人的选育，如今这个兔子的性情已经成为了一种温顺友善的宠物兔。对比上面的巨型花名兔，饲养这样一只侏儒兔要省心得多。这种小兔子不仅食量不大，而且它们对生活空间的需求也较小。更优秀的是，它们天生就携带一种爱干净的本能。这个小家伙在排便的时候，通常都会选择同一个地方，而且智力也比大多数的兔子高得多。第6个，腿最长的兔子，北极兔。当它们坐在地上时，看上去圆丢丢的一团非常可爱，但一旦它们站起来，你就会发现大长腿有时候也会拉低自身的颜值。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是千奇百怪，非常可爱。北极兔是生活在地球最北部的一种兔子，它们的体型很大，成年的北极兔不算尾巴，体长就可以达到70厘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0斤以上。它们的大小与一些狐狸接近。北极兔的皮毛很厚，但是它体内的脂肪就占身体的近 20%。厚厚的皮毛可以帮助它们抵御寒冷，并保存热量。由于冬季的北极地区环境恶劣，食物资源稀缺，在这期间，它们只能靠吃一些木本植物与苔藓第一生存。等到温度回升的时候，它们才能吃到一些浆果、树叶。再有就是北极兔的皮毛颜色是会跟随季节变化的。它们与其他具备伪装的动物一样，到了春天，它们的皮毛颜色就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蓝灰色，到了夏天则会变成灰褐色。这种特征可以帮助北极兔更好的伪装自己，以此去躲避天敌的捕杀。再有就是它的长腿，虽然微微拉低了北极兔的整体颜值，但另一方面也为它带来了每小时高达60公里的奔跑速度。好，第5个，毛最长的兔子，安哥拉兔。安哥拉兔也被称为长毛兔，这种兔子的毛发非常发达，如果第一次见到它，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这是一种毛绒玩具。它们的毛发长度最长可以长到 36.5 厘米长，看上去非常巨大，但实际上这个家伙的体重仅为5斤左右。巨大的体型都是靠蓬松的毛发彰显出来的，实际上它们的体型并不大。这种兔子起源于土耳其的首都安哥拉，自1723年由英国海员将其带到法国后，安哥拉兔就被传到了全世界的很多地方。现如今，安哥拉兔共分为法国安哥拉兔、英国安哥拉兔、德国安哥拉兔和巨型安哥拉兔等等多种不同地域的品种，其中毛发最长的品种就是英国安哥拉兔。它们的毛色也不仅仅只有白色，除了白色，还有黑色、灰色和深褐色等等多种颜色。这种兔子有一些厚长的毛发，导致它的身体非常不耐热，而且定期还要为它修剪毛发，因为一旦毛发过长，一些脱落的毛发就可能会在它们进食的时候顺着它的嘴巴吃下去。然而它们的消化系统无法将这些毛发顺利的排出，就会造成致命的消化道阻塞，情况严重就会导致死亡。因此每过90到120天就需要为它修剪一次毛发，以防消化道阻塞。第4个，耳朵最长的兔子，英国垂耳兔。这是一种拥有所有兔子中最长耳朵的品种，这种兔子的耳朵长度最长可达75厘米以上，它们的体型较大，成年体重通常都可以达到10斤以上。英系垂耳兔虽然看上去比较呆，但实际上它们非常活泼好动，而且性格也非常温顺。英系垂耳兔只是众多垂耳兔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耳朵是所有垂耳兔中最长的。在欧洲，除了这种大型垂耳兔，还有很多种小型的垂耳兔。这类的兔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胆子非常小。它们一旦听到一些突发的声响，就会表现出惊场现象，也就是特别容易受到惊吓。一旦受惊，垂耳兔的精神就会高度紧张，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如果惊吓过度，很有可能会暴毙而亡。因此，它们需要一个相对安静舒适的环境，才能健康成长。这种兔子的汗腺不发达，因此它们非常怕热，本身就长有非常浓密的毛发。一旦温度过高，它们不能通过出汗的形式去调节体温，只能趴在地上，利用地面传导以及加快呼吸的次数去散发体内的热量。如果想要养一只垂耳兔当宠物，一定要提前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以免对这种可爱的兔子造成意外伤害。第3个，速度最快的兔子，欧洲野兔。这是一种原产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野兔，虽然名叫欧洲野兔，但它们的分布范围已经遍布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兔子的体型较大，它的体长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10斤以上。欧洲野兔主要都生活在一些开阔的田野中，在野外，它们经常会遭到其他大型食肉动物的捕杀。面对那些大型捕食者，为了保命，欧洲野兔只能选择拼命奔跑，因为除了逃命，它们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办法去对付那些大型捕食者。也正是因此，使得欧洲野兔练就了一身非常强悍的逃跑方式。在奔跑时，它们的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72公里，而且它们还能在高速奔跑时快速的躲避和改变方向。如果有需要，它们也能够
潜入水中，通过游泳去逃避捕食者的猎杀，逃跑手段那是相当强悍。像一些奔跑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想要吃上一口欧洲野兔肉那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野外通常只有一些大型猛禽和一些速度较快的猫科动物能够将其猎杀。如果在一些比较开阔的草地上，绝大多数动物是根本跑不过它的。第二个，最不像兔子的兔子，鼠兔。这个小家伙长相非常可爱，外观看上去非常像鼠类，但它们的行为方式却又很接近兔子。实际上这个物种既不是兔科动物，也不是鼠科动物，它们是兔形目的鼠兔科动物，与兔子比较接近。鼠兔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它们原产于亚洲和北美的寒冷气候，在全世界共有30多种不同的种类，但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就有高达24种，其中有10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物种。它们的整体体型都很小，鼠兔的四肢短小，体长仅为10到30厘米，体重仅为半斤左右。这种鼠兔栖息于各种草原、森林以及多岩石的山坡上，在野外它们主要以各种植物为食。再有就是这个小家伙对于温度有极高的要求，鼠兔只适合生存在较为寒冷的地区，它们只能生活在温度低于 25.5 度的环境下，如果高于这个温度，它们就有可能因不适导致死亡。相反，如果在寒冷的环境下，即便是温度低至零下20度，它们也能在野外正常活动，并且不会被冻死。这个家伙常年昼夜出动，从不冬眠，即便是到了寒冬腊月，它们照样会出门觅食，抗寒能力极强。第一个，最稀有的兔子，苏门答腊兔。这种兔子的外貌并没有太突出，但它却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一种兔子。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比大熊猫还要稀有得多。因为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对苏门答腊兔仅有3次目击记录。由于比较罕见，因此人们对它的信息知之甚少，只知道这种兔子仅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从发现的标本中观察到，它们的体长约在40厘米左右，体重可达3斤。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皮毛上有黑色或深棕色的条纹。它们主要都生活在山地丛林地区。其实在上个世纪，苏门答腊兔的踪迹还有很多，只不过当地的居民并没有对这种野兔产生多大的兴趣，因此也就忽略了这种兔子的存在，甚至压根就没意识到这种兔子的存在。直至今日，苏门答腊兔变稀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有可能是人类栖息地扩张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总之，对于人类来说，苏门答腊兔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物种。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最后再次祝愿各位领导在新的一年里突飞猛进，财源滚滚，身体健康，大吉大利。谢谢。你见过头断了照样能长出来的动物吗？你以为不死之身真的不存在吗？你知道吗？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有这样一类动物，它们的身体或者器官在受到损伤或者残缺时，可以借助自身特殊的细胞组织进行重建。这里的重建并不是指普通的伤口愈合，而是重新长出新的肢体或者器官，有些甚至是头部断掉，仍可以长出新的头颅。最强悍的一个，即便是身体被剁碎，照样可以恢复成最初的形态，其中有一些可能真正做到了不老不死、不生不灭的状态。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再生能力超强的9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神奇的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9位的就是非洲刺毛鼠。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和亚洲西南部岩石和沙质地区的一种刺鼠。刺鼠的种类多达10几种，它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上都长有类似于刺猬一样的尖刺。除了皮毛上的尖刺，其外观与大多数的鼠类相似。这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在野外主要以一些谷物和植物为食。这种刺鼠每当遇到天敌或者其他捕食者的时候，一旦被天敌咬住，它们就可以像壁虎那样直接断掉自己的一块身体部位，以此换取自身的安全。我们都知道，壁虎通常都是通过断掉自己的尾巴来换取逃脱时间，而这种刺鼠则会直接将自己被咬住的一大块皮肤扯掉，以此来保全性命。而且这个家伙即便有大片的皮肤组织被扯下，过一段时间后，它仍可以重新长出完整的新皮肤，包括毛囊、汗腺以及毛发和一些软骨组织。更强悍的是，这家伙的伤口恢复后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疤痕，恢复的会非常完美，并且这个家伙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知的唯一一种拥有这种能力的哺乳动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不具备这种能力，也正是因此，非洲刺鼠对于医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有一天，人类也可能实现肢体断掉后重新长出的梦想。第8个，螃蟹。螃蟹自断手臂的视频，相信很多领导都看过。它的这种行为主要就是出于保命。单看视频，相信很多人都会为螃蟹感到惋惜。毕竟断条胳膊对于绝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极其残忍的。但是请各位领导不要担心，你知道吗？螃蟹自断手臂之后，过一段时间就会重新长出一个新的手臂，而且与之前的并没有什么差异，功能也非常齐全。不仅是前端的2个大钳子可以再生，即便是用来移动的腿，外加上前面的钳子都断掉，它们也可以实现再生。
不过想要实现这种再生能力，前提是要拥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食物。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为螃蟹的体内提供足够的营养，那么它们也就无法再生自己失去的身体部位。也就是说，断掉四肢的螃蟹必须在合适的条件下才可以实现肢体再生。如果它栖身的水中缺氧或者光线过多时，也会影响到螃蟹的再生能力。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生活的一种石蟹，在当地如果捕获整只石蟹就是违法的。如果实在想吃，你可以将这种石蟹的爪子掰掉，然后将其身体放掉，仅吃掉它的大钳子却是合法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定，主要就是出于螃蟹的再生能力，因为不吃它的身体，日后它仍能长出新的大钳子。对了，再有就是这种螃蟹的肢体，只有在保证连接身体的关节处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再生。如果关节处的薄膜受到损伤，不仅不能实现再生，而且它们的生存几率也会大大降低。第7个，墨西哥盾口螈。墨西哥盾口螈也被称为六角恐龙，这是一种生活在墨西哥的两栖类动物，是当地特有的物种。它们的体型不大，体长也就在30厘米左右。这个家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拥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之所以说极强，是因为这个家伙即便是部分大脑被截断，它仍能够在短时间内长出新的大脑，再生能力相当强悍。当然，它们的四肢、尾巴、眼睛、皮肤，包括肝脏器官都可以实现再生，而且不留疤痕。不仅如此，科学家将其他的外来器官移植到墨西哥盾口螈的身上之后，发现它们不仅可以自己修复受损的肢体，而且它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接受其他外来移植器官，并且恢复这些外来器官的全部功能，包括眼睛和部分大脑，自我修复能力相当强悍。也正是因此，墨西哥盾口螈吸引到了很多科学家对其进行研究。人们主要就是想研究它们极强的再生能力，希望日后实现人体再生。好，第6个，海蛇尾。这是一种与海星很相似的棘皮动物，它们与海星是近亲。这个家伙即便全身被剁碎，仅剩下一条腿，它仍能完好的活下去。它们的种类有很多，在全世界有多达2000多种。这个家伙的移动速度要比海星快得多，它们动作非常灵敏，由于移动起来，它们的手臂会像蛇一样蜿蜒前行，因此被称为海蛇尾。这个物种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在全世界的海洋中均有分布，水深从几百米到6000多米的深海处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海蛇尾最特别的一处就在于它们能够将自己的身体一分为二，椎间盘和手臂丢失的部分都会重新生长成一个新的个体，也就是说，从它们身上掉下的一个触手，这个触手就会逐渐的生长成一个崭新的海蛇尾。当然，它们也具备肢体截断后重新再生的能力，只不过这个家伙是截断的另一半肢体会变成一个新的个体，然后自身也可以重新生长出新的手臂。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其实简单点理解，海蛇尾的这种现象就是无性繁殖，不过它们是通过分裂形式将自己一分为二，每一只海蛇尾在1年之内就可以产生大约15个新个体。除此之外，这个家伙其实还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它们在距今约5亿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比我们人类要早得多。好，第5个，斑马鱼。这种鱼看上去平平无奇，貌似就是一种普通的观赏鱼，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与人类基因非常接近的脊椎动物。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么一个小家伙，它的基因组中约有3万多个基因，数量与我们人类差不多，并且斑马鱼的许多基因与我们人类都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据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个家伙在分子水平上竟然有高达 85% 与人类相同，特别是它的心血管系统的早期发育现象以及体内肿瘤的出现情况都与人类极为相似。也正是因此，使得斑马鱼成为了人类研究疾病的最佳实验动物。这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经过研究发现，斑马鱼在幼体阶段竟然有能力再生它们的心脏，它们的心脏在受损后仅需约2个月的时间就会完全再生，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疤痕。这一发现对于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要知道，斑马鱼与人类的相似之处有很多，它可以使心脏再生这一点，如果经过研究过后，一旦成功适用于人类，那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将会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好，第4个，蜥蜴。蜥蜴类动物可能是我们人类最多了解到的断尾再生的动物了，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壁虎。壁虎也属于蜥蜴的一种，每当它们遇到危险时，它们就会将自己的尾巴断掉，断掉的尾巴会掉在地上，像活物一样扭动，以此去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为自己换取逃生的时间。这种现象叫做自节。其实除了壁虎科动物，像一些蛇蜥科、蜥蜴科以及石龙子科的蜥蜴都具备断尾再生的能力。断掉尾巴的蜥蜴虽然不会致命，但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失去尾巴后，蜥蜴的奔跑速度和攀爬能力以及平衡能力都会受到一定的削弱。不仅如此，在蜥蜴的尾巴中会储存着很多脂肪，失去尾巴后，对于蜥蜴来说也会失去自身的一些能量，因为有时候蜥蜴在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也会选择吃掉自己的尾巴。例如石龙子这种蜥蜴，有时候就会吃掉自己的尾巴，以获取其中储存的能量。更可怕的是，没了尾巴的雄性蜥蜴在寻找配偶这件事情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在蜥蜴的世界里，没有尾巴，它的吸引力与社会地位会大幅降低。所以说，并不是蜥蜴喜欢断尾，毕竟不到万不得已、生死攸关的时候，谁会拿自己对异性的吸引力开玩笑呢？好，第3个，蝾螈。
你知道吗？蝾螈其实有很多种，但是生活在我们国家的蝾螈科动物就有多达23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共有多达77种不同种类的蝾螈。其中绝大多数的蝾螈都具备再生能力，它们也可以对自己的肢体、皮肤、器官以及大脑实现再生，而且是不留疤痕的再生。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在蝾螈的体内有一种被称之为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这种细胞对蝾螈的再生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这种巨噬细胞被移除后，蝾螈便会失去再生能力，反而会从之前的不留疤痕形成了疤痕组织。如果可以将蝾螈这种形成新组织的过程反向工程到人体中，对于人类来说，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不老。不仅如此，要知道蝾螈不仅能够再生肢体，它们还可以再生体内的器官。正是由于其出色的再生能力，使得蝾螈这个物种成为了人类研究逆向工程的主要目标之一，渴望日后能够将蝾螈的这种极强的再生能力应用于人类身上。第二个，水螅。这个家伙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永生的物种。水螅是一种微型的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它们原产于温带和热带地区，生活在淡水中，通常在一些水沟中的水草或者枯叶上就可以找到它们。这种生物的体型很小，它们的体长通常也就在几毫米，最长也就在3厘米左右。水螅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名字，被称为九头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称号，是因为水螅可以像西方神话里的九头蛇一样，它们的头部被切断了之后可以实现再生，而且水螅被切断的每一半身体部位都会重新实现再生，头可以生出脚，脚也可以生出头。如果从2头分别切开，中间的一部分将会同时生出头和脚，再生能力极强。不仅如此，更强悍的是，这家伙几乎可以实现长生不老。1988年，科学家在对水螅长达4年的研究后发现，在这期间，水螅几乎不会老化，而且它们的死亡率极低。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似乎拥有长生不老的能力。之所以说它长生不老，不仅是水螅的老化迹象不明显，主要就在其拥有能够不断分裂繁殖的干细胞，可以让自己无限的向外进行无性繁殖。好，第一个，涡虫。我们都知道，记忆是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的，但是这一项定论对涡虫这种生物来说是不存在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涡虫这个物种，即便大脑被斩首，重新生长出来的新大脑仍然会保留着以前的记忆。这就是涡虫要比以上那些再生物种更强悍的原因之一。涡虫是一种3长目非寄生的扁虫，它们的体长从2毫米到10厘米不等。这个物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很常见，它们通常都生活在一些咸水和淡水池塘的河流中，也有一部分是陆生的。涡虫是人类已知世界上再生能力最强的物种之一，它们的身体即便是被切成碎块，每一个碎块都可以实现再生，成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体。据估计，一只涡虫即便是被切成279块，它们仍可以在短短的几周内，这些碎块就可以再生成为完整的涡虫，非常强悍。不仅如此，更强悍的是它们的记忆。据研究发现，涡虫的记忆可能并没有全部储存在大脑里，很有可能就储存在它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中。1963年，一位科学家将一批训练过的涡虫磨成小块，然后喂给其他没有经过训练的涡虫，最终发现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涡虫在吃掉训练过的涡虫身体后，竟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它们的记忆。这表明涡虫的记忆似乎真的可以通过化学的方式进行转移。至于涡虫是怎么做到的，人类还尚不清楚。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